那我们今天谈吃饭用什么样的餐具？嗯，当然，在台湾，基本最常用的餐具就是筷子，还有汤匙。筷子、汤匙是几乎每一餐都用到。比方说要吃饭，吃饭就用筷子；喝汤，喝汤用汤匙；夹青菜，夹青菜用筷子；夹鱼肉，夹鱼肉用筷子。舀玉米浓汤啊，舀玉米浓汤啊，但不是那个用牙齿咬，就是舀汤到碗里是用汤匙。它的筷子的长度大概是差不多的，大概就是15公分吧，12公分、15公分。哎，我也没有量过。好像有一些大概是20公分吧，啊，筷子。那再短一点的筷子，好像就比方10公分的筷子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嗯，好，那当然还有一种很长的筷子，煮面的时候用的筷子。那煮面的时候筷子要长一点，因为煮面水非常烫嘛，它的蒸汽非常烫，所以筷子太短，蒸汽会烫到手，会觉得很不舒服，很烫。所以煮面的时候会用长一点的筷子，那大概就是30公分的筷子。那汤匙就分为小的汤匙、中的汤匙、大的汤匙。那有时小的汤匙可以吃什么？可以吃布丁，嗯，有一些蛋糕啊，可以用小的汤匙吃啊。比方说杯子蛋糕啊，用小汤匙吃。小汤匙我们好像又叫做小茶匙啦。那为什么叫茶？是茶叶的茶，小茶匙。那再来正常吃饭时候的汤匙就比较中的汤匙，就是叫正常大小的汤匙。啊，喝汤的汤匙就比较大啊。那叉子常不常用？西方的叉子啊，会用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会用叉子，就很奇怪说，同样是面，吃意大利面的时候用叉子，但是如果是吃台湾的面，台湾的意面啊，台湾的叫阳春面啊，阳春面就是白白的面，那啊不是很细，大概是嗯不会很细，也不会很粗的那阳春面啊。它的大小啊，阳春面大小跟筷子的宽度差不多啊，这个阳春面啊。那吃台湾的阳春面的时候就不会用叉子，但是吃意大利面我们就会用叉子啊。好，那叉子还有用在什么时候吃？吃水果时候吃水果，比方说吃芭乐，芭乐会用叉子；吃番茄，嗯、哎，会用叉子。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餐具啊？像夹子我就常用。夹子对，算餐具啊，只是说当然不是夹了就直接放在嘴巴吃啊哈。夹子通常就是拿来夹菜，或是有时候你炸东西的时候会用夹子啊。那夹子我们家就一般分为长的夹子
跟比较短的夹子。那长的夹子呢，就是说炸东西的时候你炸东西时候那个夹子要比较长，要不然呢油会喷出来，喷到手。所以就会用比较长的夹子，大概是30到35公分的这个夹子。那如果呃，有的时候要放东西到烤箱的时候也会用夹子，或是说从烤箱拿出来说，因为烤箱在烤的时候非常烫，所以手是不能进去的。所以这时候会用夹子，烤面包也会用夹子啊，还有烤肉片也会用夹子所以夹子大概有这些功能。那这些餐具呢，除了正常的在用的时候，吃饭、吃面用得到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这些比较例外的情况会用到啊？比方说叉子你可能勾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当然，如果那个东西，比方说一个开关非常高，比方说冷气机可能一个开关，你的这个遥控器遥控不到或遥控器坏了，你可能这时候要用什么东西去按一下那个总开关的时候，那就会用筷子去用筷子去用筷子去按那个面板就是有时候会用到筷子的部分。好，那筷子还有什么时候用到？我最近当然觉得，有时候这个当然是也是没有拿来吃的筷子啦，就是说这个筷子，因为我是铁的筷子，它还可以拿来按摩脸部可能按摩眼睛那这个是非常不卫生的非常不卫生的。但是就是那个筷子不要再拿来用完就又在吃东西这就不太卫生了那还有汤匙这个汤匙也可以拿来刮痧但是也一样，刮痧完的汤匙呢，千万不要又拿来吃东西除非你洗很干净了，对。当然，因为汤匙你它是不锈钢的嘛，或是说是陶瓷做的嘛，你把它洗干净还是非常干净的啦就看你了，就是说你拿来刮痧，这个其实我祖父母的时代，我阿嬷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刮痧都是拿铁汤匙在刮痧，所以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对，你这刮完之后把它洗干净就好了。其实它效果比那个刮痧板还好，就刮完了那个出痧就是整个皮肤会红红的红红烫烫的，就叫出痧，就非常舒服的，而且非常省力的但是呢，这样看起来是好像不太卫生啦。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澳门一个面摊那个厨师呢拿汤匙在刮痧，所以觉得很恶心对了，如果是你是开餐厅的话，你知道这样子就是有点恶心了。对你刮痧完之后呢，到底你的那个汤匙呢，是刮痧专用的，还是刮痧一刮完又去给客户当餐具？好好，所以这个就太恶心了这个会有这个卫生不佳的联想了好，那今天大概谈这个餐具，谈到这边，就是我平常用的餐具。好，拜拜。